我发现，没有人真觉得自己丑。针对性怎么这么强？就现在大家都觉得自己有这个容貌焦虑哈，然后我也说我有容貌焦虑，但是说实话，你要问我知不知道自己其貌不扬这个事儿，理论上我知道，但我真正每次想起我自己样子的时候，我觉得挺好看的。就是欧阳弟弟跟我换，我不一定换，我跟你说，就是因为我每次想到我自己样子的时候，都是平时美完颜、P 完图的照片，就是可好看了。但是如果真要换的话，我建议换。没有，自信最美。所以我其实就在美颜这个东西之后哈，我基本忘了我生图长啥样了啊，让我对我的身材也有一些错误的认知。我理论上知道自己矮，但是我会经常忘了这个事儿。然后前段时间我就有个综艺，是一个打篮球的综艺，问我去不去。开场之后我跟我同事说，我说张云龙就一般，庞博就那样。就是有一个就是打篮球那个孙悦是挺高，但是我跟他们之间那个身高差就是正常男生女生身高差，还能说有你们想的那么荒诞，完全没有问题。然后导演愁坏了，因为那个机位架不了机位，因为有张云龙保张云龙的脸，就要不了我的脸，要我的脸就只有张云龙的腰。最后呈现出画面里，就是张云龙和庞博的腰旁边经常挂着一撮头发，那个就是我，有尾巴了啊。反正我觉得我活在这美颜里头，就觉得自己长那样也挺好的，就是这是一种最低成本的自娱自乐的方式。反正我只要不照镜子，也不那个人脸识别，我就爱自己觉得自己长啥样就长啥样吧。对，美的，当然了，美的。说句实在话啊，我看到这个提案，内心还是非常有共鸣。他说没有人觉得自己丑。说实话，我在生活中没有到那种就是有人跟我擦身而过啊，没有吧？但是我跟你们说，有一个人觉得我就是还是偏丑。谁啊？啊，我怎么可能？抱歉了啊，在2017年的时候，老薛有一个节目需要发他的朋友一块来录，他就想到了我，我特别感激，我就去了那个节目。到了那个节目以后，一进化妆间，跟我同台的嘉宾都是大家请来的那个一块录的飞行嘉宾，越看越不对劲。他们分别是张海宇，然后接下来是九孔，哇，越往后面走，我就打九孔老师好，一回头，李建仁老师，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如花。我说怎么都是这样的老师呢？这个时候有一个老师跟我打招呼，我一回头，请看八两金老师。那期节目播的时候，左上角有3个字“丑彭慧”。然后那天那个节目没让我们回酒店睡，大家就整个睡在录影棚里面，睡到凌晨4点，突然被歌声吵醒，一睁开眼睛，有人在那儿唱跳，带着舞伴舞裙，吴莫愁。我抓着他的手，我操！你为什么要接这个通告？你知道这个通告的名字吗？丑彭慧。是我找的，这不是。但总的来说，那期节目效果确实很好，费用打过来以后，内心还是很开心的。这也能赚到钱。但是我其实不太认同你那个提案，因为我是真实的觉得自己丑，我是真的。哪有？那以前。他还没资格，我还见过呢。没有，因为我从小就是生活在一个被人就是没有夸过我好看的时候，那是肯定的。没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我从小，我妈生出来我了之后，所有人看到那个小孩都说哇，这小孩好可爱呀。然后到我，然后人家都看到我，就记到现在都记得特别清楚，就说哇，这是什么呀？没有那么夸张。这是什么东西呀？没必要吧？他没有那么夸张。没有，对不起 ，I'm sorry。他只是问我说，哇，这个胎盘还要吗？这孩子。你信不信我把你们杀了？哎，内部梗，不要乱发 report。来。
然后他们就会很简单的就说哇，这孩子像谁呢？所以我从小就被我妈说我报错了，而且我是属于那种就是参加比赛的时候，我那时候比赛的时候我也是丑，我承认我自己那时候确实丑。然后我后来进决赛了之后，我永远都记得在后台的时候，老薛看到我说，刘伟，我真的搞不懂哦，好像啊，这个节目我只认为2个人丑，你就其中一个。你是怎么进到决赛的？真的？你觉得黑幕是不是？真的？哎呦，老薛也真的是这样认为的。哎呀，所以我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自己丑，然后我就为了就是让自己不丑，然后我就让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努力着。努力干嘛？努力着就是，对，努力着。我就属于那种颜值焦虑到这种份儿上的。我觉得颜值焦虑有一个地儿特别好解决，就是你找一个健身教练，就你随便压个腿，他说漂亮，这个动作漂亮漂亮，旁边那个人一直在说你漂亮漂亮，这个动作漂亮。说实话，我小时候也没觉得你们这么丑，但是我所谓的那个，等一下，没有，谁们？你们没有，因为我跟你讲，一定要关系更熟的时候，你才会去这样去说，对吧？但其实我不只是针对你们而已，我针对我自己也是。我当时真的觉得我自己其实是不帅的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其实我当时小时候是内双，有一次还偏单眼皮了。可是我们那时候最流行的那种双眼皮是那种，就是很大的，大家觉得哇好好看啊！对对对，那时候很流行那种，真的。我当时就是因为觉得觉得那个好看，我就非要去割双眼皮。而那个医生一看我说，你好像没有必要吧？他劝了我3次，后来我就非要把钱拍在桌上，我说去割。你知道我们当时割双眼皮多少钱一支吗？一支2支？我告诉你们，450块钱1支啊！哇，那时候很贵，1000都不到。我说我来2支，没有人买1支的。然后呢，那个人就给我旁边打了2针，我特别印象深刻，因为最早期了，那时候还没有全麻，好像。我有病啊！我割双眼皮全麻。我跟你说，割双眼皮麻药打哪儿好，你知道吗？打腿上，因为你这样跑不了，太疼你。说太疼了，但是跑不了啊。你有病啊！有病！然后我就去打了嘛，他就给你咔4针打完以后，其实当时你是真的感觉不到，你这边是没有感觉的，可是你可以听到声音，很辣，很辣，哎呦妈呀！给我割的是一个女生，然后他割到这一半的时候，我就听到一个门，砰一脚被人踹开啊！有人吓他。然后他这个手就我还能感觉到他哆了一下，我当时哎呦什么事情啊？你知道进来一个男医生，你知道跟这个女的说什么吗？我爱你。你根有病啊！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请问？但是差不多这么无聊。然后你说你再开刀，他过来说这胖一脚，对吧？然后哎，走了，干嘛？吃饭了哈。把那个刀。我当时不可思议。然后那女生就说：“哎，你们先去吧，我这个好好开。”这个女生还说了一句：“我这个好好开。”搞得他像前2个随便开一样。他好好开，我就当时没听懂他们说：“哎，好了，走了，都等你了，快点吧，随便缝一下。”妈呀，真的假的？他真的在我耳边边就随便弄一下，你快点。我当时整个人火气已经冒到，为什么？凭什么？对不对？然后他就好了，你们先去，你别去，好了，等你啊，你快点啊！他就走了，把忙在那。我当时在那里我都不敢动，但是我一肚子火，我想。其实我跟大家刚刚是讲一个这样的一件事情，也告诉大家，其实不要盲目的呢去从一些审美的潮流呢去伤害自己，对吧？医美呢还是要谨慎的，好不好？这给大家一个警示就好了，好吧？对，不要在乎这些事情。大家都知道，这个世界上让大家花钱的原因就是要制造焦虑。100个人有1个人好看，那99个人就会着急。你明白吧？你就感觉自己我为什么不能活成那个样？其实你有过你的生活，他们的生活也有他们千疮百孔，是不是？就是坚信自己就能够活得非常美。所以说呢，各位不要上这些商业圈套，然后咱们就活出自己就可以了。谢谢各位啊！接下来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坐稳了，因为要给我们提案的是生啊，什么子？老 baby 们，我发现，我想说的这个发现是，支线任务做太多会被越支越远。什么意思啊？人生其实很多说是有主业有副业嘛。对，我主业其实我自己来讲，我是个喜剧演员。去年这一整年，
就被支出去好远好远。干嘛？基本上就没有搞过喜剧。你都在做什么？做歌手。歌手？哇，你说这个话都招苍蝇了，现在围着你转，招苍蝇还行。一开始最重要一个事儿，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，是成龙大哥打给我的。啊，直接打给你。然后大哥说，那个木子能不能来一趟我的剧组，我在拍《熊猫计划》。我说哇，有这样的机会演熊猫又怎么样呢？啊，对吧？我的计划好演熊猫了。对。